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小李谈投资的另一集。在本视频中，我们将讨论哪些是假订单块，以及我们需要采取哪些措施来避免它。识别假订单块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。当我们可以识别假订单块，我们就可以避免那些陷阱。在流动性过程中，这些陷阱的目的是吸引你采取错误的进场，从而导致你的止损。今天我们来学习如何识别假订单块，这是第一个市场惯性改变的突破订单块。在这里，我们的价格处于看跌趋势，但现在出现市场惯性改变的突破。当价格又回到了该范围时，您会看到一个订单块出现。为什么这是一个假订单块？因为市场惯性改变的出现改变了这趋势，而形成一个与趋势相反的订单块。当价格确实攻击该订单块时，它将会突破它而继续向上。好，我们来看真实图表。这里我们有看跌趋势，在这出现市场惯性改变和一个订单块，这是看跌的订单块。这个订单块发生在市场惯性改变之后，那么这个主要结构的破坏表明了什么？它表明价格不再想看跌，并试图寻找更多买单以开始看涨周期。因此，在这卖出将违背所有的买单。我们来看之后价格是否下跌或上升。价格最终突破订单区而上升。让我们看另一个例子，这里有澳元美元，我们可以看到图表有下降趋势，这里有一波上升动力。我们是否认为这是市场惯性改变？从技术上讲，这是市场惯性改变，但我认为这不是很明显，因为之前的蜡烛有很多影线，而且蜡烛较小，比起之前，我们希望看到市场惯性改变突破像这样的蜡烛，最终价格继续下跌以席卷流动性。因此，现在一旦价格突破这一水平，我们将认为这是明显的市场惯性改变。当出现市场惯性改变后，如果我们发现任何卖出订单块，我们应该小心交易，因为它很可能是假订单块来吸引零售商进入市场。为什么当价格达到这个订单块时，我们不想做空？因为价格已经出现市场惯性改变，趋势可能会改变方向并看涨，所以试图继续看跌并不理想。当价格确实回到这个订单块时，它很可能会突破而上升。如果您在这做空，您将是尝试和所有累积在这的买单在做反趋势买单，而这是行不通的。那么现在让我们看看如何应对这种情况。首先，我们需要在更高时间范围内寻找方向，例如，在这蓝色线是我们的4小时时间范围，红色线是我们的15分钟时间范围。在较高的时间范围内，我们可以看到市场出现了市场惯性改变。之后，我们将使用斐波那契工具从最低点拉到最高点，以找出优质区。因此，一旦价格接近我们的优质区域，那就是接近或低于0.618，然后我们将在15分钟的时间范围内观察。如果我们看到结构破坏的订单块，我们将不想在那做空，因为它很可能是假订单块。在我们继续之前，如果您到目前为止喜欢这个视频，请订阅和点赞，因为它可以支持我们制作更多这样的视频的方式。也可以在下面评论并告诉我们您希望我们将来讨论哪些主题，因为我们总是会看它们来决定下一步要做什么视频，好吧？现在让我们看一下真实的图表，这里我们有英镑日元4小时时间范围，我们正处于下降趋势。一旦我们发现市场惯性改变，我们将开始密切观察。重要提示：在下跌趋势之后，不要指望市场会直线上涨，因为在市场上涨之前，通常会横盘整理一段时间，所以我们不需要急于进入市场。在交易发展过程中，保持耐心是成功交易和投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当出现了市场惯性改变后，我们将使用斐波那契工具从最低点到最高点进行绘制。之后，我们将进入15分钟，看看价格如何反应。
好的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当价格到达0.618区域附近时，价格走势突破订单块区而没有回调，这就是为什么并非所有订单块都起作用的原因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我们需要在较长的时间范围内确认我们的重要区域。一旦价格达到该区域，我们要么以较小的金额进行交易，要么等待确认。当然，价格可以突破0.618并继续下跌，我们是不会知道的。我们能确认的是我们的风险，所以我们必须做好我们的风险管理。但请记住，在使用真实资金进行任何交易之前，您必须对不同货币对和战略至少回溯测试您的交易计划100次，以获得交易表现和所需的信心。所以，我希望这个视频对你们有所帮助。如果有的话，请按下赞以表达您的支持。如果您是新来的，请订阅我们的频道。下一集见。